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是不是有追踪我们前面的2集，跟我们的新山广造文物馆呢，还有我们的 Think City 一起合作推出的一系列的有关于新山广造的这个知识型的视频。继前面2集讲过的内容之后呢，那今天我们就也是要请到我们这个项目的主要的负责人，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我们的熟悉的安焕然教授。差不多1年来，安老师到底在忙什么？首先，我们先有请安焕然老师。很高兴的又再跟大家见面哈，但是这个疫情也真的很严重啊，也因为是这样子呢，我们的一些很多的活动呢，就改到了线上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嘉浩在这里呢跟我们呢进行这个线上的一个连线，来进行这个新山广造文物馆典藏分类数据计划的这个结案的一个汇报我们这样的一个结案的这个汇报里面呢，总共呢会分为2个阶段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由我来谈我们这1年来其实在忙的做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呢也就是这个新山广造文物馆的这个典藏分类数据计划就是在做这个东西。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就在今天进行了一场结案的汇报，然后我会简单的把这一次我们做出来的一些实际的东西呢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也知道新山广造文物馆呢有相当多的一些文物，然后呢就由我们的莫家浩呢来从这个广造会馆里面呢抽出一些重要的文物呢来跟大家这个重点的介绍这个是我们分为2个阶段要进行的。欢迎大家出席我们这个新山广造文物馆典藏分类数据计划的结案的汇报会。然后我们这一个结案的汇报会呢，总共呢就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由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1年来呢所进行的这个新山广造文物馆的典藏分类数据的这个工作呢它的一些成果的分享。先说它的这个缘起我们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的工作团队呢，这1年来呢就已经呢以新山广造会馆2楼的文物馆的这个文物呢，完成了文物的典藏的电子数据资料库。虽然我们在这个一开始进行不久我们就面对到了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疫情这个严重的影响政府也一度颁布了 MCO 的这种禁令呢，使到我们的工作呢不得不停顿但是呢还好呢，随着后来慢慢的开放的一个情况呢，但是呢我们也在遵守了这个抗疫的 SOP 的这个程序之中呢，我们就陆陆续续的进行工作，也还好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也在这个限期以内呢完成了我们的这个任务了也就是呢我们就新山广造文物馆的展区，也就是展区的1跟展区2，总共有41个柜子，总共呢有794件的文物呢，我们每一样呢都进行了扫描、拍照和登录的工作，并且呢建立了电子数据资料库。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登录的项目呢，总共分为18项，包括了登录号、文物名称、关键词、文字、文物所在位置，也就是它的那个橱柜的位置年代、分类、同样文物的数量、文物的主材质、副材质、高度、宽度、深度、文物状况、取得的途径、捐献者、登录者及照片序号等等。这样的一个分类呢，基本上呢，这种登录的这种栏目和各项材质物品之分类的项目呢，主要是沿用其实在这之前呢
新山广造文物馆呢是有一个志工团，他们已经编制了一个分类的栏目，我们是依照了这样的一个分类栏目呢，把所有的资料呢填补进去。然后呢，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的结案的汇报呢，将连同我们进行扫描、拍照跟登录之后的这个资料库的电子档呢，呈交给了资助我们的单位，也就是丁锡地和新山广造会馆，以作为本计划完成之成果。然后我们的这一个总目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它总共有18项嘛，我拍不完，所以呢，我就放截屏的方式一部分一部分的放哈。例如像我们这一页原本它是整个横条的哈，我在这边做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数据资料库的这个电子档呢是这样子的，它的是有序号，就1、2、3、4、5、6、7、8、9、10，然后总共一直到794。然后呢有登录号主要就是这个登录号是最关键的，你可以摁进去哈。然后呢有名称，它就是横的，然后有文字，文物里面呢它有文字的，我们会把它记录下来，还有它在哪一个位置，还有呢关键词，只要你们按关键词你就可以搜索得到。还有呢如果它有列明年代，我们也把年代放进去。还有呢，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要寻找照片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搜索得到的，就是分类数量的 quality， 也就是它的那一个品质的情况哈，还有这个主材质、副材质，它的最大的高、最大的宽、最大的深，状况就是它到底好不好？我们分 A、B、C、D、E。A 就是很好了，一般上我们的这些文物还保存到 OK 的，大概是 B 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取得的途径，捐献呢我们就写捐献，如果有捐献者的话，我们就会有捐献者的名字，还有呢照片的序号，还有呢我们负责登录的成员。依据这个情况里面呢，这794件的文物呢，我们首先呢以材质为分类呢，我们来看。我们把它分成10种材质进行分类。这种10种材质进行分类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发现呢，新山广造文物馆的这个794件的文物里面呢，以纸制品的文件为最多，总共有238件。这些纸制品呢，主要是各种印刷品、证件、宣传单、票根和会馆文件等等。例如像这一张1958年的这个新山广造会馆的这个会庆他们的庆祝的这个游艺大会游艺大会里面呢，我们的这个武术团行狮团他们所表演的一些节目呢，这个宣传单就在这边出现了我们在右手边里面呢，还有一个尺码，就是可以看出呢这个文件大概有多大。我们每一张的照片都会有这个尺码。除了这个纸制品之外呢，其次呢，则是金属器有242件，木质器有101件，还有呢就是86件的陶瓷器，其他的呢就是包括了塑料、布质、玻璃、石材、动物、藤。主要呢这一些794件的文物里面呢，除了会馆的一些文件之外呢，其他的呢，大部分呢都是我们很有怀旧情怀的旧时的日常民生用品和装饰品，以及与广造府人呢有关的传统行业，特别是打金业的这个器用工具。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来谈旧物品的分类来看呢，这些物品的分类呢，我们是把它分成19种之多，包括了这个印刷品、打金业、文件、证件、日常用品、会馆武术、乐具、金饰、钱币、娱乐、婚礼用品、学校、布置、战争、纪念品、服饰、祭祀、艺术品和医学这19种。其中呢，以日常用品的数量最多，也就是这个794件里面呢，日常用品呢就占了378件。可以感受得到，我们这个新山广造文物馆，它的馆藏是以日常用品，而且是怀旧式的日常用品呢为主的。然后其次呢，则是会馆的文物。那会馆的文物呢，就包括了我们有2个栏位，一个是会馆栏，有164件的文物，以及会馆的武术相当多，所以我们各自特地成立了一栏，总共有42件。
此外呢，与广肇府人传统行业相关的文物呢也有不少。单单打金业这一项呢，就有40件的文物的收藏，另有60件的金饰的展出。而与这个广肇府人的文娱活动有关的文物也占有不少。其中呢，娱乐栏和这个乐剧栏的文物呢，就各占了29份。广肇文物馆里面的印刷品栏呢，也有不少，总共有41份的文件，而纪念品栏有5份的文件。另外呢，文物馆展示区里面呢，也收有了一些文件跟证件，总共有16份。以及呢，我们的栏目里面虽然放的是战争栏，但是实际上其实它就是指2次大战时期，也就是日本统治时期和战后的冷战时期的一些文件跟文物，总共有11件，就包括了卡证、宣传单和收据等等。颇有历史的史料的价值。第3点呢，我们就个别从主要的类别之收藏文物的来进行简述。我们先从日常用品栏、金饰栏和打金叶栏来看，这个栏数的数量其实是最多的，也就是日常用品，总共有378件。这个378件里面呢，就包括了瓷枕头、烟枪、烟壶、鼻烟壶、奶壶、奶瓶、瓶子、茶壶、茶杯、碟子、罐子、盒子、帽子、篮子、筛子、刀子、剃刀、指甲刀、蒸笼、行李箱、旧的电风扇、旧的电视机等等。而其中呢，在登录项里面的第164条里面呢，有一个画了这个麒麟的瓷器枕头，有刻写了一个乾隆年的资料，捐赠者是曾整强先生。而另外呢，登录号里面的第198项里面有个茶杯，有写道光元年的资料。这个道光元年呢，就是1821年。不过呢，这2个东西呢，它实际的这个制作的年份呢待考虽然它是有落款的哈。这个广肇府人的传统行业里面呢，我们以打金业跟金饰为主。这个打金业跟这个金饰的文物呢，单这个金饰呢就有60件，而打金业里面的一些工具呢，有40件。单这个传统行业就有了100件的文物。这一个100件的文物呢，主要都是由我们的这个新山的广利宣记金谱呢所捐赠的。给各位呢看一下我们拍照跟扫描的这一个栏位里面的东西，这个就是烟枪这个很小你看那个尺里面这个非常小，这个是鼻烟壶啦这个是很特别，这个奶瓶是双嘴奶瓶这个是早期很多人用过的这个就刚才讲的那个瓷枕头有乾隆年所这个刻制的，但是这个年代待考。这是一个很小的茶杯，我们看那个尺，这个茶杯很小，可是呢，它就写的道光元年当然这个年代也待考。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传统行业嘛，就有的金饰这些链这些金饰都是很小件的，可是很精致这个是打金的工具，那个打金的工具也是很小件的。好，3.2呢是这个会馆里面的相当重要的文物也就是会馆栏跟会馆武术栏里面呢合共起来呢是148件的文物。会馆栏的这个文物呢，就包括了会员捐登记簿、特别捐收条、活动签名簿、会馆秋季席卷这个相当有意思。会馆秋季的时候呢，除了祭祀，他还要买桌吃东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新山广肇会馆的前辈们那至于会馆武术栏里面的这个42件的文物里面呢，就包括了醒狮团文物的相片、证章、芳名簿、表演的出场券，以及一些武器刀棍等等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新山广肇会馆的这个秋季特别捐的收条这个是1960年代的，它是由苏炳恩印务馆所捐赠的然后这个是新山广肇会馆的舞狮醒狮团入会志愿书，1960年到1967年下一页是它的背页，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页是这样子的各位我们进入到了3.3的部分呢，就是娱乐栏、钱币栏跟这个乐剧栏。娱乐栏里面呢，总共有29件的文
件，包括了这个戏院的宣传品戏院的这个票根马戏团的票根等等，主要是1960年代的这些文物。另外呢，还有这个黑胶唱片还有呢广府人嘛，所以呢就会唱粤剧嘛，所以就会有粤剧本，这个粤剧本就显得相当的珍贵。待会呢，我们的莫家浩呢，他在介绍这个广肇会馆的重点文物的时候呢，粤剧本呢会是其中的一项，那我就在这里不多谈。还有呢，就是钱币栏里面呢有23件的这个文物，主要是1940年到1960年代的钱币。我们来看看这一张，这一张就是当时的这个戏院的宣传品长城我们多人老先生们就会有一些记忆了这个就是那个剧本，你看第一场，然后呢进场会怎么样，它是用一个手抄油印的下一张就是它的这个封面，这一张的这个封面你看它是写的就是这个广肇会馆的这个音乐戏剧部印制的，就是他们自己印制的相当的有意思。好，3.4的这个部分呢是文件证件属于一栏，战争栏和印刷品栏我们一个一个慢慢看文件证件栏里面呢总共有16份的文件，包括了1940年代的这个中华民国侨民登记证、篮球比赛的这个球员证等等。还有呢，战争栏就如同刚才我说了，其实它不是指这个打仗的情况，战争栏是指日本统治时期跟战后呢1950年代的这个冷战时期的文物，总共有11件的文物的登录，就包括了这里面也是有相当重要的，待会呢家浩的这个重点文物的介绍里面会谈到的日据时期的这个奉纳金收条，另外呢这个日本统治时期的那个香蕉钱纸币也会登录在这个栏项里面还有呢就是1950年代冷战时期新春时代的米牌等等。那印刷品栏里面相当多，印刷品里面有41件，包括了这个巴士车票、古典小说，还有一些古书籍。这些古书籍里面呢有包括的就是康熙61年版的这个姜太公乾坤一之歌和同样是写着康熙61年的这个议员书推背图。当然这样的一些书本里面呢并不表示它就是康熙61年的时候印的那个正本这个应该就是康熙61年版的那一个内容的书，他们的重新的再印还是怎么样，这个有待考。我们来看像这个里面的刚才讲到的这个证件文件里面栏里面的这个篮球比赛就有篮球证这个就是这个1950年代这个冷战时期的这个新春计划里面的米牌。还有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什么大清康熙61年姜太公乾坤一之歌，以及下面一张就是推背图当然这个应该是他用的这个版本，但是呢不是之后呢他再重印呢，这个有待考。下来呢，最后的一个部分呢，我们来简单的要感谢我们的捐献者就是新山广肇文物馆的展示的文物呢，除了会馆的本身的文物之外呢，其实也有个别的捐赠者，其中呢最大量的一个捐赠的文物呢，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的广利宣记金谱，捐献呢至少呢187件的文物。另外呢，苏秉恒印物馆呢也有捐献的至少35件的文物。前者也就是广利宣记金谱呢，以日常用品、民生器用品和这个传统打金业的相关的文物呢捐赠为主，而后者也就是苏秉恒的印物馆呢，它主要捐赠的东西就是这个宣传单印刷品收据等等。此外呢，就登录数据呢所见呢，还有一些个别的人士，例如像于佩珊他捐赠了至少22件的日常用品和旧时的这个装饰品。林淑珍呢也捐赠了一些旧时的水电单小贩执照证这边写错字执照证余者其他的人呢，我就不一一的列述，详见呢可以去点击我们的这个电子数据资料库。然后这个以下呢是我们的附录的部分呢，第一个附录呢就是新山广肇文物馆物品的分类之统计数，其中呢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以日常用品为最多，下来呢就是会馆的这个文物也不少，接着呢就是印刷品等等，还有一些文娱活动的一些文件，还有粤剧等等。附录2呢，如果我们是以这个材质来分类的话呢，纸制品为最多，下来就是金属、木质、陶瓷、塑料等等以此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列表。
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广照文物馆的典藏的资料的这个分类的这个数据库的一个结案的汇报。小结来说，这一个新山广照文物馆呢，它的一些文物里面呢，如果是说古文物的话呢，主要还是在它的1楼里面的一些门帘啊、牌匾啊、木牌，而就这个2楼里面呢，广照文物馆的古文物呢，如果说比较早的话呢，就有了一个八仙仪仗，还有一些香炉它是具有历史性的。但是呢，从整体来说呢，从20世纪初到战前第2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文物呢，在文物馆里面呢是相当缺的。而文物馆里面90%的文物呢，基本上是战后初年，主要就是19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的日常用品的器用，带有了怀旧的情怀的一些文物是特别多的。另外呢，就是会馆的文件也占有了不少。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新山广照文物馆的这个典藏的一个主题，大概是以哪一些的部分呢，哪一些的文物呢为主啦。而这些文物呢，我们都做了一个数据的这个记录，然后呢把它保存下来，同时会把这一些东西呢就交给了我们的听习地以及新山的广照会馆。那我的结案报告就到这里那接着呢，我就把我们的这个麦克风呢就交给了我们的莫家浩好，谢谢安老师的分享。你看整个广照的那个馆藏，在安老师的娓娓道来跟他的仔细的分类之下，就让我们看到广照会馆不只是有一堆老东西，实际上它是一个很贴近了我们讲的就是旧时生活我们如果讲怀旧的话，就是过去的人生活的那些小器物不要小看这些小器物，因为这些小器物往往是我们生活中最容易被丢掉的东西。那刚好广照会馆呢，就从各个不同的捐献这边，我们收集了好大一批。那当然，除了这些旧时的日常器物里面，也不乏的一些跟所谓的广照人士、跟我们的广府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不管是乐剧乐曲舞狮又或者是饮食甚至是一些特殊的行业，打金木匠这些东西都是广照的那个馆藏里面重要的组成方式，而经过了这个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这一个的数位典藏的一个归纳的一个记录之后就能够让我们像其实广照文物馆也好，其他的我们华社的或者是民间的那些文物馆，其实都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参考了，然后就去把这样东西把它整理清楚之后可能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可以知道原来你的馆藏大概是以什么东西居多，什么东西有特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累的一个工作。像阿老师他们的团队就已经做了差不多1年了分秒必争赶着做，而且还碰上了我们的这个疫情还碰上了 MCO， 甚至还碰上了这个助理有喜所以种种这些因素但是都不畏困难了，最后在我们的这个2020年就快要结束的时候，来给我们看到了这个辛勤的耕耘的一个成果。所以我们要谢谢安老师这个努力，而且非常的精彩。好，谢谢嘉浩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接下来呢，我们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结案的这个汇报呢，总共有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由我刚才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汇报我们的这个典藏分类数据的这个4季的分类的情况。而这样之后呢，其实这些文物馆里面以及广照会馆特别是楼下的一些文物里面，其实有一些呢是很值得我们作为推荐的。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到第2个阶段里面呢，有请莫家浩呢来为大家介绍新山广照会馆的一些重要的文物有哪一些呢？我们很期待的来让莫家浩来跟我们分享吧。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小弟喺度咧，就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廣兆文物館嘅館場
广照文物馆嘛，总是要讲一点广东话哦，我们来应景哦。其实我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很年轻哦。那这些文物的年龄都是我的几倍哦。啊，当然我很多东西也不是我小时候有碰过的哈，很陌生的一堆东西。作为一个喜欢读历史的人哦，再加上我也是这个广照这个文物馆的策展人，所以必须要去了解我们的文物。而实际上在了解的过程之中呢，也会发现说，其实不管是广照会馆，还是已经纳入馆藏的文物馆里面的文物都好，就安老师刚才介绍的那些文物啊，实际广照会馆其实是新山的一个遗珠，就是说很多人哦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广照会馆里面的馆藏有很多是有精彩的故事的，或者是有悬疑的历史的一些疑问在里面的，有喜怒哀乐，有战争与和平，什么东西都有。所以我这边呢，就以我自己的作为一个观感哦，我在看这些文物的这个一些发现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心目中我觉得广照会馆、广照文物馆哦，这个值得一提的文物。但我必须要说，只有10件，那是因为时间的限制，要不然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讲794件，那没办法，我们只能讲这10件，就给大家看看。新山广照会馆重要文物选述，我们今天就来谈我心目中这10件哦，必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的广照会馆、广照文物馆的10个的重要的文物。第一件哦，可能是非常的反高潮的，就是说我心目中认为广照会馆呢最重要的文物就是广照会馆它自己。因为广照会馆呢这个建筑哦，如果大家有来到新山的话，你就会去找一条路叫做加兰修南，那广照会馆就在这一边。这一个广照会馆这一栋建筑物哦，为什么说我觉得它很珍贵呢？因为第一，它从它落成至今，它落成的年份大概是1907年，那也就是说，距离现在呢已经是超过100年的建筑物了哈。这个建筑物从落成之初哦，一直到现在哦，它基本上并没有进行任何的大规模的修缮，它基本上还保留了它那个1907年的那个样貌。那你就想，那广照人士在新山也那么久的历史了，那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想到要扩建自己的文物馆啊，自己的会馆呢？答案也很简单，因为他们选择呢，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呢，就买了一栋店屋来做他们的新会馆。也就是说，我们的前辈哦，其实在70、8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很有意识的觉得，广照会馆的这个老会馆是一个重要的文物，应该要被完整的保存。所以这一点呢，就让我们到了今天，我们都还可以看到一个相当原汁原味的一个广照会馆的建筑。那各位，你看到这个建筑的话，它有什么特色？那第一个特色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看它这个建筑物，大家照片里面看到的右边的殿屋，你会看到这右边的殿屋是比广照会馆的建筑物还要高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广照会馆呢当初并不是其中一栋的店铺，广照会馆在一开始就是独立被建成会馆使用的，它并不是把店屋拿来改装成会馆，所以它是一开始它的功能就是要成为一个会馆。所以这个你就会看到说，它跟旁边的店屋是不一样的，而且你会注意到它的正门其实是凹，就是说它正门不是跟旁边的店屋同一个平面，它是特意把它做到比较往内建的一个设计。那这一种设计呢，我询问过建筑史的一些专家，像陈耀伟老师，他就有提到，这样的建筑实际上是广东西关式的建筑，也就是说，当广州的旧时广州了他们的一种建筑风格。那这个也印证了说，广照会馆在建立之初，实际上它的立意就是要成为一个会馆，一个广府人聚集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广照会馆哦，你从外观哦，你可以看到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特色。然后你可以注意到哦，它这样子的一种西关式建筑的特点就是它的正门左右两边是没有窗口的，它只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有2口这个透气窗啊，这样子的格局哦，就很有这个所谓的广府的这种建筑的一个风味啊。
那各位，广照会馆这个建筑物，我们为什么可以说实际上它是相当的原汁原味呢？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政府的档案柔佛的档案局里面，我们去搜索一些旧档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呈现给大家看的这样子的一个街区的一个图。那这个图是1918年的一份档案的一个其中附的一个地图这个地图是主要的目的是因为那时候他们要开辟后巷。开辟后巷的话呢，就要把那个很多旧的店屋可能就要有的要拆掉之类的。那在广照会馆这个位置呢，你就可以很显眼的看到，至少第一眼大家应该都会看到那个位置，有一个 Chinese temple。那为什么广照会馆变成了庙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问题。第二，你可以注意到这一个广照会馆这个建筑物，它的门面在这个绘册图上面确实就是比人家再陷进去一点的所以这个也就说明了，这个其实在1918年的时候，它的设计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也被记录在了这个历史文件里面。然后第三个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店屋实际上隔壁的店屋呢，通常比较长到了广照铜牌的时候就稍微短一点。那现在目前广照会馆呢它实际上只是把这张地图上面看到的后面的空地，它在后面的空地用木板加盖延长出去而已。也就是说，其实它并没有大规模的改变了这个建筑物本身的格局。所以这个是这张图让我们感觉到，这广照会馆确实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它就出现在地图，它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样子。那为什么它是 Chinese Temple？ 那你知道了，在洋人的眼中或者是在不是华人的眼中，他们如果来到广照会馆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感觉就这是一间庙，因为广照会馆的这个楼下就供奉着关圣帝君。其实到今天我们还是有很多外族的游客外国的来宾可能他们路过广照会馆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感觉都是觉得这是一间庙。那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一些路人经过广照会馆的时候，他们就在门口就双手合十就朝内膜拜了。你看到下面有一个神台，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相当的历史的悠久的一馆的一个元素就是下面就会供奉一尊他们认为的守护神。当然后来这神明有增加，这也是可以的。即便到了今天，广照会馆的楼下还依然是作为一个宗教的仪式的一个场所，一个寻求的心灵寄托的一个场所。所以这个是广照会馆，我们说100年来可能它都没有改变到。讲完了广照会馆，这个作为我们第一个重要文物要介绍的，就是来到广照会馆，它就是一个文物了。那我们现在就稍微再谈一些小一点的内容。那我第二个要谈的就是广照会馆的这个大门这个牌匾、这个横匾跟它的门帘。那这个牌匾跟它的门帘呢，为什么我觉得它也是很值得一提的？那我们先读一读这个广照会馆这4个字就很简单，但是我们读一读下面那个对联了。那个对联你会看到呢，它的抬头2个字刚好就是广照，那这个就很符合了我们讲在门口做这个门帘实际上的意义就是呼应这个组织或者这个单位他们的特色广照嘛，我们是广照人的社团嘛。那重点是那个内容读下去，其实就会很让我们有很多遐想的空间像你会读到广我王风光上国，照之华宇正南荒，这个大家都读得懂，可是它到底什么意思呢？广我王封，那个王封到底指的是谁？那有人说它指的可能就是皇帝，那可是如果指皇帝，为什么不说皇封呢？为什么不说帝封呢？它是不是只是因为押韵而写王封呢？还是它这边的王指的是苏丹？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觉得可以深入去想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下联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华宇就是华丽的房子，但这一边它意思又可以对应到它可能是在说华人的房子。更重要的更可能是一个巧合的东西，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广府人在新山其实早期广府人在新山很重要的一个行业或者一种他们从事的一种事业就是建筑业。所以照之华宇这个感觉好像又和广府人从事的这个建筑业
啊，不管是黄雅福承包的柔佛的这个新山的大皇宫啊、监狱啊，这些都是建筑，所以会不会这里又有一个暗示呢？当然，我不是中文系的学生，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确实的一些分析哈。这个对联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玩味的一个内容哈。那上面的这一个广照会馆又有什么好说的呢？啊，重点就是这个广照会馆的落款的那个题字的这个人，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就会看到哦，题这个广照会馆的字的落款的名字叫做董启瑜。那董启瑜呢，他实际上是广东的一个画家，一个书法家。大概1838年的时候出生，然后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时候中举。可是他的卒年不详哦，就是说这个人后来的生平我们并不是很清楚。那我们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说，为什么董启瑜会跑来新山，或者是他的墨宝会来到新山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第二个问题就是，一般上一个匾额或者一个门匾，它除了有落款以外，它是不是它有它的上款，也就是它会说它是哪一年写的？可是，在我们的这一个广照会馆的这个门匾上面，你没有看到它的上款，你不知道它是几时写的。那有趣的就是，如果我们在马来西亚走来走去，你可能会看到董启瑜的其他的墨宝啊，比方说你会在这个雪龙广照会馆，也就是吉隆坡关帝庙，在那边你就会看到，上面也有一个广照会馆的一个门匾，这个字哦也是董启瑜写的。那你会在太平的真龙会馆那边也会看到董启瑜写的真龙会馆。所以这些字，当然我也不是书法的行家，不过大家有兴趣可以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董启瑜写的字啦哦。我个人就是觉得还真的蛮像的。尤其是这个雪龙的这个广照会馆它的这个广照会馆4个字跟新山广照会馆呢真的是很像。所以这个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这个匾额呢，或者是这个写题这个匾的这个董启瑜啊，这些广府人啊，他们在一个100多年前的时候是不是有怎样的一个联系呢？会不会是说雪龙的这些广府人其实是跟新山的广府人有联系，大家是一起写的，还是怎样？为什么会有同一个人，而且字迹也那么接近？你知道，即便同一个书法家，他可能在不同时期写的字都会有一点不一样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事隔了大概30年的字其实很接近呢？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会给我们感觉到，其实广府人不是孤立的。其实广府人在马来亚，在跟中国原乡它实际上是有一个网络的，只是这个网络我们没办法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一个董启瑜的这个门匾，我觉得至少在这一刻把我们太平、雪龙跟新山的广府人联系在一起了。这是第二个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应该要去了解的文物。第三个我们要去谈的东西呢，就是真的是广照文物馆的馆藏了这个馆藏呢，我们俗称它叫八仙仪仗。那为什么叫它八仙仪仗呢？因为我们这一套是一组8件，总共有2组的这样子的仪仗它看起来很像武器可是它那个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拿来打架的。它的八仙的意思就是说，它上面的那一段黄铜制的那一段东西实际上就是以按八仙，也就是说八仙的符号来作为设计去做的。然后我们广照呢，一共有2套，他们是一起送给广照的。这2套上面呢都刻了，他们是在光绪15年的时候做的也就是1889年的时候做的。是谁送的？谁送给广照的呢？送给广照会馆或者送给广府人广照这一群人的那个落款的名字叫做黄以义。那谁是黄以义？那黄以义其实不是一个人，黄以义是一群人。因为黄以义呢，实际上就是广照先贤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今天有一条路就叫他的名字的黄雅福和他的生意合伙人一起合股的一间建筑公司，建筑承包公司。这个承包公司就叫做以义。那因为刚好他的合伙人呢都姓黄，所以就叫黄以义。简单来说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广照会馆的八仙仪仗呢，
就是在1889年的时候呢，是由黄雅福和他的公司啊送给广肇的这一群人，广肇社。这套东西的用途是什么？他为什么要送给广肇呢？那我们同样的，我们要去外面找一找，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东西不是独一无二的啦。我们去到嘉颖的先师爷宫，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然不是黄以义送的，但是他也有2套这样子的八仙仪仗。那这样子的八仙仪仗通常是拿来干嘛的？发现说像这样子的八仙仪仗呢，通常就是摆在会馆也好，庙宇也好，增添整个地方的庄严肃穆的一种摆饰品。那过去的这一套东西呢，是摆在，据老前辈说啦，其实是摆在广肇会馆楼下关公的这个神龛的两旁，就是楼下的两边的墙壁旁边就摆了这一套东西。所以我想它的意义大概也是增加整个地方的威严啊、肃穆啊。那当然今天呢，这套东西就作为我们珍贵的馆藏呢，所以这是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提的。来到广肇文物馆就一定要去看的这个八仙仪仗。第4个这个文物就厉害了，这个文物呢真的是看到我的头就要跟它一样大。这个文物呢，我这边就叫它光绪香炉啦。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光绪年间制作出来的一个香炉。这香炉非常非常大，然后也非常非常重。这套香炉的正面你就可以看到有6个字，这6个字就让我们想了有很多遐想。首先你看到上面比较小的2个字就柔佛，然后下面4个字就玄天上帝。那看到柔佛，知道在那个年代的柔佛其实往往指的是新山。新山玄天上帝哪里有？那大家一想到就是柔佛古庙。那为什么广肇会馆里面会有一个柔佛玄天上帝的香炉呢？这个就很奇怪了。那不要急，我们先一步一步往下看。我们看到它的左边玄天上帝的右边，它那行字写的就是年份。那个年份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光绪17年是1891年。那另外一边呢，我们就看到它是谁送的？他就写是一个叫做福星鸦片公司的一群伙伴们一群合伙人送的。那这一个东西是在哪里做的？是在粤东，也就是广东省城，也就是广州的一个叫林丽园的一个铺子里面做出来的一个，也就是说这个香炉呢，它是从中国定做送过来的一套舶来品。讲到这一边就要去想那到底这个香炉到底是什么来历？我们知道在新山最有名的玄天上帝就是古庙里面的大老爷，那为什么广肇会有一个香炉？而且听说这个香炉当初是大概10年前左右的时候要做文物馆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广肇楼下的仓库里面发现了，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突然间找到了一个香炉那非常的奇妙的一件事情。那就有人会讲了，这个是不是古庙的香炉啊之类的？但这个东西有一个疑点呢，就是古庙的香炉为什么会来到广肇呢？而且那么多年都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不太合理的一件事情。那还有第2个东西呢，让我们就对这个说法就产生更多的疑问了。就是在小弟曾经在这个安老师的指导之下我们就出了一本跟柔佛古庙游神有关的搜救报纸的一个学术单刊这学术单刊里面，我们就收集了很多跟这个柔佛古庙游神有关的战前的那些报章的报道。那这报章报道，你会看到在2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因为20年代以前对柔佛古庙的描写的游神的描写未必是很详尽的，可是我们至少在1929年的报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的越来越仔细，而且里面一直提出了一个东西，就是说那时候的柔佛古庙游神，实际上神场也就是神今天的行宫就是游神要有一个地方停下来，然后过一夜，然后到大家可以来参拜神明在那边看戏的这个地方，常常这个地点就选择在今天的 City Square 今天的这个城中坊，也就是在广肇会馆的那一个区域。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去想这个香炉会不会是跟柔佛古庙游神的这个神场有关呢？因为我们知道柔佛古庙游的历史相当的久，最早的新闻报道呢也是大概在1888年的时候，而这个香炉是1889年。1888年的报道不代表游神是1888年开始，可能会更早。所以这个香炉出现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它会不会其实也是一个跟我们的游神过去游神的这些细节、一些神场的设置啊有关的这是很有可能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广肇会馆在1930年代的时候当游神有一次临时取消的时候呢，那些游客啊，那些来游神的人啊，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今年为什么没有游神？是广肇会馆出面跟大家讲今年其实取消了。所以这个香炉出现在广肇会馆这边，我觉得撇开阴谋论会不会这个就是早期游神有关的一个文物？但这个当然没有定论作为一个文物本身，我们觉得既然在广肇，我们就应该把它展示出来，给大家来研究一下，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文物。那再下来呢，这个文物严格来讲不是广肇的文物这个文物严格来讲是广肇会馆到今天还在用的东西就到今天我们还是放在下面，跟裴关公的一个筹款木牌。这个筹款木牌很早以前就被关注了这个筹款木牌它的特色就是第一，它其实有上下两份，两份是讲不同的东西。上面那个东西是跟倡建广肇会馆有关的。我们看据广肇会馆的会史，我们可以知道，在1906年的时候呢，广肇会馆呢由黄雅福献地就是把这个地段捐给广肇会馆，然后大家筹款。然后在1907年的时候呢，广肇会馆就今天大家看到的那栋建筑物落成。这一块板没有写年份，可是如果我们根据广肇的会史来推断的话，这一个倡建会馆的这个牌匾，它是不会早于1906年的，它大概可能也不会早于1907年。它大概是在筹款结束之后才刻的。那下面那一段呢就更特别，因为下面那一段呢，它指的是当年有一个叫做明铎社，明铎社是新加坡的一个剧班演粤剧的，演广东戏的。那这个剧班呢，它筹款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牌匾留下来。过去是我们不知道明铎社是谁，但是最近一些研究我们就终于知道了。明铎社来到新山，在广肇会馆广肇的这个地方去筹款呢，是1910年6月19到22日发生的事情。我们甚至知道，他这个筹款的目的是筹给新加坡的广会肇方便流医院，那时候正在筹办当中。在这个筹款，他们表演的地方在哪里抱歉，就不是广肇会馆，他表演的地方是一个叫黄福戏院的地方。黄福就是黄雅福，就是黄雅福在这边有个戏院这个戏院在哪里？这个留给大家去探索。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是真的有登报纸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的非常的清楚就在《金州晨报》1910年6月22号的时候，有一个很详尽，可是看了会得老花眼的报道就在网上大家都可以去找这个报纸登了2天，因为太长了，所以分成2段来登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看到刚才讲的这个木牌，我们已经可以断定上面那一段大概就是1907年，甚至还要再晚一点的时候刻制的。下面这一段是1910年6月之后才刻制的，所以这2个东西呢，因为它们相距的年份没有很远，所以可能最后在定做就把它做在一起。那同样类似像这样子的，也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一个文物，在广肇会馆里面保存至今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宣统2年1910年的这一块牌匾，依然挂在广肇会馆的楼下。那这块牌匾呢的第一个遗憾就是它的落款里面谈到的送这块匾的人，我们没有一个认识，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年代太久远了，很难追查。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牌匾上面刻的字是普益同群，普益同群这样子的说法，感觉上就是做了某个善事，让我们同一群人都得益。但老实讲，像这样子的这个牌匾，我个人觉得，实际上在会馆里面它不太像是一个送给会馆开张所以这个牌匾为什么会刻？这个牌匾刻来是做什么？我觉得有一个方向可以让大家去想一想会不会就是跟我们刚才提的这个广会肇留医院的这个筹建有关呢？1910年的6月的时候，明铎社来新山筹款，得到了广府人大力的支持。他在新山演完了之后，还去了丰盛港演。那丰盛港是黄雅福开辟的一个种植区，一个新的一个聚落。
所以他就去了黄雅福那时候的这个我们今天的丰盛港那边继续演，继续筹款。那广汇照流医院也在1910年的时候顺利的落成，而创建广汇照流医院的其中的一个董事就是黄雅福。所以我们觉得这几个文物它可能就在跟我们讲一个在1910年的时候，广照会馆也刚好在这一个跨区域的一个慈善事业的活动之中扮演了它的一个角色。而实际上在我们的馆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到了50年代广照会馆还是承担了替新加坡广汇照流医院筹款的义务在新山还是有这个广汇照流医院的筹款代表这些人也当然大多数都是广府人，是广照会馆的会员，所以我们也有一些收据的这些文物的留下来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网络曾在历史里面出现的一个网络广汇照流医院跟广照会馆的一个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个刺激的啦就是最近大家讨论的很沸沸扬扬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奉纳金我们知道在1942年马来亚沦陷在日本统治之下那日本人除了用肃清的方法呢，就是屠杀了很多华人之外实际上呢也强迫当时的华人要捐款捐给日本，然后这种捐款呢就叫做奉纳金。那时候负责筹奉纳金的那个单位呢，基本上那个单位就是后来的华侨协会。那在广照会馆里面呢，我们有2份这个收据。那这2份收据呢，它为什么在广照会馆，然后为什么显得很重要？第一，它的那个大个的那个印你会看到上面写的是柔佛新山华侨奉纳金筹款会，所以它是一个属于新山的文物，也是一个苦痛的时代的一个历史的见证，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收藏着。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家争议的焦点，这个会长这个奉纳金筹款会的会长是谁呢？我们看到那个印章上面印的就是黄锡初。那我们知道黄锡初呢，他是广照的这个先贤之一从1910年代一直到这个战后都是广照很重要的一个领导人，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他也是宽柔学校很重要的一个先贤。所以这个东西出现在这一边，不由得让人家觉得他原来做过这个奉纳金筹款会的会长还是甚至说他可能是不是做过华侨协会的会长那这个史料摆在这边，不管怎样就是告诉你说至少在这2份收据里面，他是以会长的身份盖了一个印在那边的，他确实曾经在日据时期曾经做过筹奉纳金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我们不把它收起来藏起来销毁呢？那因为我们文物馆的工作我们觉得文物馆的使命呢就不应该是这么做的，因为所有的文物它留在世间，它就会跟我们说故事，只是这个故事呢它未必是你想的就是说它就是个汉奸还是什么东西。从这个文物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不管一个人他是一个有怎样的过去，他曾经在学校办事也好，他曾经抗日筹征也好，可是当来到了日据时期的这个艰难时刻，你如果不配合日本人就要再多杀几个人的时候，其实不止黄锡初很多当时华社的领袖，只要不是一开始就被日本杀鸡儆猴的方式给处死的，那其实他们大家都到底是用什么心情在做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文物放在这边就是给大家去想，如果今天你是他，你会怎么做？但我们知道当时他做了这样子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他不愿再提的一件事情？而且还在战后第一件最积极在处理的事情，就是替那时候2战的时候殉难的人把他们的遗骨给收集起来，然后去盖一个总坟。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文物里面，我们会看到一种历史的沉重，在一个时代的大浪里面的一个人物他的抉择跟他的痛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文物在广照会馆非常重要，而且我们一定要把它展示出来。我们要让大家回到历史里面去感受，我们让大家去感同身受，这就是我们文物馆的价值之一。
再下来我们这个战争打完了，战争结束了之后呢，我们发现广肇会馆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文物，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本其实这本东西过去就一直展示在这个橱窗里面了，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安老师的这个协助之下，我们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文物的典藏计划，所以我们有机会把这些文物重新拿出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文物比过去想象的有趣。这个文物呢叫做广肇会馆会员登记册。那这个广肇会馆会员登记册它上面写它是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起的会员就登记在上面。但是这个登记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大概登记了675个人名可是这675个人名笔记都非常的统一。所以你要知道，如果时隔了10年，这一个登记簿它连墨色、笔迹都非常的相似的情况下，就让我们忍不住去怀疑，其实这个东西会不会是战后重新抄写一份的结果？所以它未必是战前的文物啦。可是第二点呢，就是这675人在这本里面，我们看到有的人是战争的时候已经死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这大概600多人里面，它里面有很详细的跟你讲，当然除了名字以外，性别、年龄、祖籍，哪一年入会，做什么工作的，介绍人是谁，他住在哪里。那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图像。我们去想，在1939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广肇会馆的会员他们大概是哪一些人，大概住在哪里？因为很完整这个里面真的连黄锡初的名字都在里面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名单我觉得。所以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去作为一个分析，就是大概在那个时间段里面，广肇会馆这个样子的一个社团它的会员到底是来自哪里？到底男的有多少，女的有多少，年龄有多少？所谓的广肇指的是哪一些地方的人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东西。当然现在还忙着做展览日后有机会的话希望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更多他的故事那接下来这个就是刚才安老师提到的这个越剧的剧本战火题捐。那这个剧本是一个油印本就安老师刚才提了油印本。这一套剧本还有什么特点呢？战火题捐这个剧目我找了很久然后后来我总算大概找到一点点信息，就是说在1949年的香港，曾经在2个剧班花锦绣跟日月星跟他们一起联合公演战火题捐。我就个人大胆猜测啦，广肇应该不会比香港早吧演这一套剧，所以我觉得这套剧本应该是在1949年之后才在广肇出现的。第二个就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剧本上面写了音乐部跟戏剧部，那广肇会馆现在是没有音乐部跟戏剧部的。广肇会馆在1978年的100周年特刊里面还有音乐部，可是已经没有戏剧部，而且音乐部的记载是只剩下名字，但是没有什么记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音乐部跟戏剧部然后是一个剧本就让我们去想会不会在战后之后这广肇实际上还是一个很除了我们一般想象的舞狮武术以外其实还是很喜欢有这种音乐戏剧有一些文艺活动的在里面。那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剧本刚才如果大家前面有仔细看到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剧本它其实是有分部的，所以这是一套我们这套剧本大概有9本左右吧，它其实是个完整的一套的剧本，里面有包括演员手上拿的剧本，负责音乐的人拿的那个剧本，因为大家拿着同一个剧本，可是你要做的工作是不同的工作，然后有一些着重的，有一些笔记的，就是说这套剧本是用过的。所以这套越剧剧本呢，我觉得它作为这样子的一套文物呢是不多见的，因为听说这种剧本过去是常常演出之后就会烧掉的，避免那些秘技技巧外传所以演完就烧了要表演的时候再重操过了它未必年份很久，可是这样子的东西不容易保存下来这个是我们文物馆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我们未必要收藏很珍贵的那种都是几百万的那种东西，但是我们要收的是那种很容易被大家遗忘，或者是会被大家不小心的丢掉的、烧掉的。那就像广肇会馆的这个音乐部的这一个锦旗一样现在就已经没有了，但是因为这个文物有留下来，它就时刻的提醒我们，广肇会馆其实也是有做过一些文艺活动
那讲到锦旗哦，我们就要讲到广肇会馆的这个可以讲哦，就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活动啦，就是舞狮。那广肇会馆哦，我们的武术醒狮哦的锦旗哦，现在保存在会馆里面的有3副。那这3副哦的年份是1955年、1956年跟1977年。当然，我们很直观的一看就是做工翻相当的精美，而且越早的锦旗的做工就更精美。第二点呢，就是你会看到哦，它有新加坡做的新洲丽华照哦，它有香港定制的，是香港的百花街30号广州绣庄照的，所以这个锦旗也是从国外订回来的哦，这个相当了不起，你很难想象哦，这个锦旗为什么要搞到这样哦。第3个，你会注意到，在1955跟1956年的时候，那时候的武术醒狮团，广肇的武术醒狮团还是叫国术醒狮团。那很简单啊，就是因为那时候马来亚还没有独立嘛，所以理论上那时候华人都是华侨，都是中国人，所以这个不是武术，这个要叫国术啊。可是到了1977年，我们看到就变成武术醒狮团了，它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变迁，所以我们觉得很珍贵。而更有趣的就是这些文物，我们虽然看起来它都有一点破损了，有一点斑驳了哦，可是实际上这个锦旗好像是没有在正式表演里面用过的。我们可以看到广肇的一些老照片哦，我们看到这是1955年哦，广肇的这个春季哦，就安老师说要买票进场的一个活动哦。1955年的春季里面，你可以看到在后面你会看到就有一面锦旗啊，这个锦旗上面写国术醒狮团新山广肇会馆的国术醒狮团的锦旗哦，就在右边那一边哦。可是这个锦旗明显就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锦旗，所以我们就在想，是因为1955年吗？那个人家送那个锦旗还没有拿到手上，所以就用另外一副吗？可是我们在好几张照片里面，我们看到的锦旗都不是我们现在在文物馆里面的这个收藏的那几套锦旗。后来我们听说啊，也是老前辈说啊，这些人家送的锦旗实在是太精美了，所以我们出来表演的时候，我们不舍得用啊。哎呀，就是因为他们不舍得用这些锦旗，所以这些锦旗即便有岁月的沧桑，可是到今天还是保存在会馆里面啊，成为我们一个我们要展示出来的一个文物。而且如果你了解了我背后这个故事啊，你也是觉得我们的这些现在都是阿伯啦，都是安哥啦这些武术队的这些成员啊，真的很可爱啊，不舍得用啊，要收起来啊，收到现在了。不知不觉我们也讲了大概10件的文物哦，你知道这10件文物里面跟我们讲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哦。那最后我们谈到了这个武术醒狮团哦，这个也是广肇一个到今天哦，都还是有一点像就是活着的文物哦。因为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广肇的武术醒狮团都依然还在活动之中啊，每年包括你看到春季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他们还是会去绵玉亭驿山上面的广府的这个总坟上面哦，去做一个祭拜的活动，而且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环节，就是那个舞狮要舞到这个总坟上面绕一圈哦，这个就是看起来不敬，可是实际上哦，这就是广肇的武术醒狮团哦，他们对广肇先人哦致敬哦，表演给祖先看的一种方法，而且实际上不容易啦，因为这有一个坡度还蛮滑的。从这样子的东西，我们讲我们今天看到的文物哦，它基本上都是静态的，它都是一件一件在那边的。可是我们文物馆就是希望透过这些不会动的文物，跟你讲一个活的故事啊，就有点像你今天去看我们这个广肇春季的这样子的一个醒狮活动哈。我们除了看到的照片，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录像。过去的录像今天没有办法被复制出来，我们过去没有录像的东西，今天也不可能会变出来。但是文物馆就是一个场合，我们希望把这些过去的东西排列出来，把它介绍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在心里面就能产生一个你对过去的想象的一套影片。那这就是在你内心里面自己形成一个 vlog， 让你回到那个过去的时光里面，跟我们一起陶醉，跟我们一起去想象过去的历史，然后再放眼未来。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要介绍的10件广肇的文物啊，今天就大概说这么多。最后还是欢迎大家来广肇，等我们的那个展览做好之后，欢迎大家过来，谢谢。
是，谢谢嘉浩哈，我非常的精彩。以后我相信我们的文物馆呢重新开放的时候啊，应该会吸引很多人，而且我们会把这些片段呢剪辑之后呢，会放到网上去。所以呢，如果很多朋友看到的时候呢，可能呢之后呢再会到我们的会馆走一走。就算没有去原地的朋友呢，也可以在网络里面呢，欣赏到我们这些广照会馆里面呢精彩的文物。它不一定是价值连城，它也不一定是历史悠久，但是呢，它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广照人的网络，广照人的一种精神，广照人的一种生命力的一个历程。我觉得这个历史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历史是不可以遗忘的。而且我们从过去的历史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到了今天我们怎么样踏实的走下去呢？前辈们所走过的路，其实常常是我们现在要往哪里走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启迪。而这些实践的文物里面的一些照片呢，这些文物的扫描的东西呢，其实都放在了我们这个广照文物馆的这个典藏的这个分类的这个栏目里面去了哈。所以呢，我们也把这个史料呢，既有展出，也把史料给保留了下来。一方面呢，它是可以作为展示的作用；一方面呢，它作为史料的保留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呢也是可以作为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一个作用。其实呢，它是有很多的一个多用途的一个地方。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非常的感谢新山广照会馆以及定西地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把这些资料呢给整理出来，也电子数据化的，也非常再次的感谢我们的莫家浩好，谢谢安老师的鼓励然后也当然谢谢定西地，谢谢广照会馆给我们这次机会，然后也让安老师他的团队呢能够把这些东西花那么多时间，但是把这些东西做得那么好。我们最后呢还是期待我们最重要就是疫情快点结束，然后呢大家快点来广照会馆，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故事希望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介绍，我们的成果发表跟我们的10大文物的这个介绍就到此为止感谢大家，请大家继续关注广照会馆，继续关注广照文物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大家好，2020年新山广照会馆通过了定西地以及与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的合作下，我们完成了文物馆的典藏计划，这是新山广照会馆迈向数码化的努力之一。目前新山广照会馆也规划做文物馆的展览区，以便在疫情后大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展览去了解大大小小文物的背后故事，所以我敬请大家期待，谢谢大家。